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被盖章收视女王，将实现3年关。演员还是要看国民度。谭松韵和徐凯主演的《你比星光美丽》最新2集 CVB 0611，前12集 CVB 平均0.514，暂列湖南卫视年度第1。不知道后续走势能不能保持住？如果最后涨幅平稳，说不定谭松韵能够凭借这部剧再次拿下湖南卫视的年关，届时谭松韵的实际就可以说是一骑绝尘了。话说回来，谭松韵一骑绝尘是一方面，湖南卫视真应该磕头给谭松韵姑奶奶说一声谢谢。目前在 CVB 算法改版之后，湖南卫视的历史冠军就是谭松韵的《以家人之名》。另外，谭松韵还在湖南卫视还有一部年度冠军归路。假如这一部保持成绩到年底，在最近这几年湖南卫视收视率持续低迷的情况之下，谭松韵可能要在这4年里面实现3次年度冠军。除了在湖南卫视表现较好之外，谭松韵的剧在央视8套和东方卫视表现也不错。2022年的《请叫我总监》在东方卫视拿下季军，第2年的《向风而航》在央视8套拿下第4名。平时看着，不管是在商务代言还是时尚活动，都没有别的小花跳弹得厉害的谭松韵，在无形之中一步步刷出了自己的国民度。演员圣体辨识度极强，最近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先天演员圣体，谭松韵就属于此类。单看星光不出众，但演什么角色就让人立马记住，相貌和声音都有辨识度。比如《甄嬛传》，一个小角色能够深入人心，让大家在时隔很多年之后还能记得这个角色。做到这一点，角色个人魅力、这部剧的影响程度以及演员本人的特征，3者缺一不可。当年在《甄嬛传》热播时期，观众第一次追剧的时候，就对谭松韵饰演的纯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不同于其他很多演员和人物在这部剧当中出现的戏份和比重高，给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，谭松韵就是真的短暂停留了一下，仅仅作为了工具人，推动大家对于华妃这个角色恶毒的存在，就这样让人们记住了这张脸。这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玄学，有些演员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大家对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有些人天然站在那里就觉得他举手投足之间演戏很有说服力，这更也是大家时常挂在嘴上，经常拿来说看一个演员有没有辨识度。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看大家有没有把你记得住，演员能让人们记住就成功了一半。不断积累代表作其身，在初亮相的时候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谭松韵并没有浪费这样的好机会，后面这几年他陆陆续续通过扎实的作品持续输出，不断刷脸，基本上是劳模式的无缝衔接，不怎么参加真人秀，一直有好的电视剧作品跟大家见面，拿出了不少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代表作真不是想有就有的，这件事情要实力、勤奋、运气。谭松韵刚好还都有，像锦衣之下，就是让人着实没能想到，剧组把有限的经费集中在了刀刃上花，其他地方处处透露着穷酸。芒果 TV 也是以简陋的价格购入了这部剧，可是它出人意料成为了当时芒果 TV 的开年第1炮。也正是因为这部剧，让芒果 TV 认识到了谭松韵的价值，出品方炮制了第2部，湖南卫视也开启了不停买入谭松韵的剧集，紧接着播出了《以家人之名》等等作品，慢慢获取观众的遥控器控制权。有些缺点更专注。出生于1990年的谭松韵，今年已经34岁了。再年轻，这个年纪的女人
不可能一辈子永远都演16、17岁的高中生，谭松韵必须转型。她演技没大问题，问题是她的转型难度在时时刻刻都让人看到的那张娃娃脸。娃娃脸是谭松韵的一张王牌，也是她最大的弊端。这张脸让她轻松演初中生、高中生毫无违和，让她和95后乃至00后的男明星搭戏都毫无违和，但是也没办法让她在演艺的路上更进一步，迈入轻熟女人、青衣的世界。而且又是因为这张娃娃脸的限制，导致她不管是在时尚表现力，还是参加其他商务活动时，都有一些力不足心。有很多同龄的小花粉丝都在这件事情上嘲笑过谭松韵。恰恰正是有缺点，才让她在演员的道路上更加专心，更努力弥补缺点，不被其他的浮云遮住双眼，只专心做好演员这一条路，逐渐刷出来了如今的国民度。34岁谭松韵演女精英，跟剧中29岁女闺蜜一同框，画面就尴尬了。在最近的影视剧市场上，又有一部新剧《你比星光美丽》播出了。相比起传统都市剧中总有些婆婆妈妈的琐碎，《你比星光美丽》的情节更偏向于年轻化。它不只是展现出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故事，还给女主角安排了一些创业的戏份。她辞职后和男主合作，自主创业，终于成为了商界新贵。故事中感人的不只是男女主之间的爱情，还有他们在创业时的相互理解和支持。故事从女主角遭遇咸猪手之后，被男主解围开始讲起，整体弥漫着一种浓浓的都市轻喜剧氛围。在线偶剧里面也给了人意外的惊喜，刚播出几天，站内热度就突破25000了，热度和德塔文指数都遥遥领先，不少观众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。不过，在剧中还是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，比如有不少网友表示，剧中的女主选角并不合适，尤其是在看了剧中女主角谭松韵和女配角何瑞贤的同框之后，很多网友直呼，让29岁的何瑞贤演34岁谭松韵的闺蜜，画面真的很尴尬。同为90后，何瑞贤的年龄比谭松韵小了5岁，而且出道时间也比谭松韵晚很多。在于正的力捧下，她靠着古装剧上时有了一定的热度，还和谭松韵在《以家人之名》里面演了一对好闺蜜，直到这次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里面2次搭档了。按理说，两人之间本来不应该有违和感，但事实却是，何瑞贤的年龄跟谭松韵压根不像是同龄人，更像是隔着辈。谭松韵天生长了一张娃娃脸，胶原蛋白特别充足，再加上脸型圆润，武功甜美可爱，不经意间就散发出一种少女的娇憨。在她的成名作《最好的我们》里，她演的就是一个高中生，浑身充满青春的气息。和张新成上演一段浪漫的纯爱之后的作品《以家人之名》，同样也是从小孩子开始演起，一路演到成年时期。人们从他的演绎中能够感受到少女少年的美好，也不至于感到太出戏。而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里，他的人设总算是走出了书造区，演的是一个已经历经几年职场生活的技术型北漂人才，和男友都已经谈婚论嫁了，但很多人还觉得这个人设不太适合他。他的脸上有一种未经世事捶打的可爱和天真，一点也看不出沧桑和成熟感，更像是韩系偶像剧中的可爱女主角。而何瑞贤和谭松韵之间的差别比较大，她长了一张御姐脸，五官深刻尖锐，骨香的立体度是很高的。本来这种骨香更容易给人一种惊艳感，但是也有一个极大的缺陷，就是不抗老。从电视剧的几个对脸镜头中可以看到，在她的脸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初老症状，脸部凹陷，法纹变深了。所以一旦抬头或者做大表情的时候，就很容易暴露皱纹，甚至连浓妆都遮掩不住她脸上沧桑的痕迹。她的穿着风格也偏成熟御姐风。
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：谭松韵像是职场小新人，而何瑞贤演的像是一个前辈、女上司，两人之间看不出闺蜜情，哪怕是倚靠在一起，互相开玩笑，大家也会觉得像是大姐给小妹关怀，女领导和小辈之间的互动。甚至是在谭松韵跟何瑞贤之间对戏的时候，为了演好姐妹情，表现得过于夸张不自然，也给观众带来了落差，影响了观剧体验。每个明星在演艺圈里都有适合自己的戏路，风格不同，不能强融。也希望像谭松韵这类型风格比较受限制的女明星，不只是去营销一些关于自己特色长相的通稿，还是应该多打破形象限制，提升自己的戏路吧。